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三峡大坝开闸泄洪，导致下游地区发生特大洪水灾害的震撼场面。那房子已经淹没了，前面那房子已经看都那铁皮都已经看不见了，马上就到我们这个房子了。那边是一条河，现在这水看吗？看船都满了，那边都满了，两边河中间围了一个小村子。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灾害，受灾村民只能爬到房顶进行自救。本期影片，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来追踪这些极端的自然灾害，了解这些灾害背后隐藏的秘密，看看这些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的。在我们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追踪自然灾害频道，以避免错过我们后期的精彩更新。操，这你妈没法弄了！我操！我操！操你妈！操！我操！这你妈以后别买车了，买船去吧！我操！对，这就是要车不要命的呗！我操的！中国近期遭受连日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长江水位迅速上涨，三峡水库的水位更是达到了历史临界点。所以，中国当局不得不进行开闸泄洪，来保证三峡大坝的安全。随着三峡大坝泄洪，长江下游的重庆和湖北等地的民众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这房子都冲跑了，看。那牛啊！那是他妈车！那是牛啊！牛泡死了！干开了！我操，这水太大了！我操！98年啊，98年以后28年了，第一次这么大水。您看，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重庆市防洪2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门表示，四川盆地将持续大暴雨，长江上游地区的水位正在迅速上升。气象部门已发布最严重的暴雨红色警报，预计暴雨将持续，流域部分地区的洪涝灾害风险极高。三峡大坝的泄洪措施已经启动，这是今年第4次开闸泄洪，意在缓解长江流域的防洪压力。然而，随着大坝泄洪闸门的开启，沿江地区的居民不得不面对巨大的洪水威胁。现在已经受灾了，一个屯已经几乎没一半了，房顶上都人，水位马上到房顶。据中共水利部称，大坝泄洪速度已经逐步提升，流经长江的水量达到了每秒4万立方米。预计长江上游水位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上涨，带来更为严峻的防洪挑战。同时，受持续的暴雨影响，四川、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洪涝灾害，大片农田被洪水淹没，许多村庄的房屋倒塌，街道瞬间成为了水流的河道，整个受灾区域宛如一片汪洋。哎，那还捂还干净这水，哎呀，还都上楼了。现场道路目前出现了一个中断状态，道路上的水已经是超过了2米。中共政府已派遣数千名军事人员前往灾区疏散居民，数以万计的民众被迫离开家园进行紧急避险。三峡大坝的泄洪举措无疑加剧了长江沿岸地区的危机，洪水无情地冲刷着沿岸的城市和村庄，农田毁于一旦，成片的房屋在洪水面前顷刻倒塌，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瞅瞅，整个大道都是水，河那边都是水，田凯要出他家小庄都没了，小庄都毁了，水都到这儿了。完了，回号，车队这房子都淹了。中共此次开闸泄洪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太大了。乐水行发起人之一的北京水利专家张俊峰对此非常愤怒，他说道：“水利部门历来好像无视这种社会功能，他们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业务部门，所以所做出来的事情让人比较难受吧。这次长江三峡的泄洪呢，时间上晚了，至少晚了1个多月，他应该在1个多月之前就应该腾出一部分库容开始进行民汛。许多居民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困家中，眼看着洪水不断上涨，心中充满了绝望。哎呀，
这得往哪撤呀？哎呀妈呀，这下可不行了，这个。哎呀妈，寻思准那门船放下了，你看这家伙，哎呦我这水，刚浑的完了。部分地区的交通、电力和通讯已经完全中断，救援工作举步维艰。看这水都到哪儿了？那房子都倒了，前面那房子都倒了。赶快搁外边的打电话救援，现在这嘎打电话打不了，打不通。打110，打110，先打110。救援人员奋力抢救被困群众，但湍急的洪水让救援难以进行。尽管政府早已发出预警，许多人依然未能及时逃离。随着三峡大坝继续泄洪，长江下游的水位迅速攀升，多个低洼地区几乎无一幸免，村庄和城市陷入了洪水的泥淖中。我的妈呀，这我长这么大头回看这么大这水，哎呀，这完了，全完了这是。与此同时，洪水还引发了大规模的山体滑坡和堤坝决堤风险。防洪堤坝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水压，一些原本坚固的堤坝崩溃，洪水迅速吞噬了下游大片区域。沿岸许多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数以万计的居民与外界失去联系。由于通讯网络中断，失联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救援工作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让大伙看公障这道口和公障这大桥冲没了，看这道冲没了，红旗杆道都全冲折了，已经。看这大河，看那房子没有？那地都冲没了。此次洪水灾害对受灾地区的民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员伤亡，但当局却选择隐瞒不报，这样的做法让人感到很愤怒。后来水退了，马路上和两边的商铺都是泥沙。那个人们在清那个泥沙的时候，就发现有人死了，被埋在泥沙里面。那次大水是后来听说是上游水库泄洪引起的，因为是清晨嘛，好多人还在睡觉就被水淹了，死了好多人啊，但是都没人报，没有报死那么多人。躲过这次洪灾的幸存者透露，政府不让公布灾情，只要是在社交媒体上谈论相关灾情等敏感问题，都会被封号。灾区死了多少人呢？这句话是特别敏感的问题，说了不封号吗？有多少人监视我们主播呀？我说之后吧，不是说冒着叔叔找我，就直播间都有人投诉我，所以说现在不能说啊，不让看你，不让报我。为什么说不让主播到现场到灾区去直播呢？直播反映的是真实情况，而且你们看到的都是真实一面。很多老百姓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实在太难了，没法活了，啥都没有。我一个老公公在那养着，我还上学，我哪儿没弄病？大文学没活完呢，文学更没活完呢。啊，咱们急需物资啊，老百姓吃的、喝的、用的啥都没有了，一切都得从头再来。有爱心人士送物资去支援灾区民众，但却遭到当局的刁难。当局要求爱心人士将救灾物资统一交给政府来处理，并进行分发。但爱心人士表示，我们就是想直接发到灾民手中，给到那些更需要的受灾民众手里。大娘，我们现在山下有几车物资，尽可能的呢，我们给他送到你们手中。你要送了行，我抢不着啊，就空投那个一个没抢着。我们也不用空投，我们尽可能亲自给你们送上来，行不？没事没事，因为现在车在下面拦着上不来，然后我过来考察一下。洪灾发生后，当局人员竟然没有及时展开救援。基本上都是民间组织的救援队伍，并不是中共的正规军。我们山东的队伍，正安救援、亮剑救援、雷霆救援，我们都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也是老百姓，老百姓帮老百姓，那是绝对传的，给你们所有的问题都给你反映过去，包括咱们村民这个委屈。当地的领导干部也并没有及时到达受灾现场进行指导。看来这场灾难根本就不值得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关注。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对于这场灾难的报道只是简单的轻描淡写。官方称这次洪灾只有10人遇难，但实际上这场灾难远比官媒所呈现的要严重得多。尸体都没人认领，都有味儿，都坏了，你没准这个宾馆都不愿意要，没这么割。伤亡人可能是得有个2、3千人，村庄集体出事，人都部队处置，咱们知道都完事去现场你啥都看不着。去个板趟，柴油板趟旁边一拽，钩机就直接给你下葬，一气呵成，几个广场就埋了，火化都省了，入土呀就是完事儿。说1863人失联，都在找呢，有的存的多了，挖下去估计钩机挖后
好几天都没找着呢。整整一个村子直接被洪水夷为平地，成为了河床。爱心人士纷纷站出来捐款捐物，为了能让救灾物资真正的送到灾民手中，他们直接自费到达救灾现场。这个地方比较远，要翻山越岭啊，翻过一个大山才到他们这儿，知道的人比较少，所以说呢，咱们直接就来到这儿了。这块的老百姓呢都组织完了，一会儿我就一个要求，亲手交到老百姓的手里。我见过水灾啊，没见过这种水灾。看着这种石头没？山上倾泻而下，公公婆婆还有个13岁的儿子，在这个洪水当中迷失了。妹妹，这是妹妹家的正门，这个是吗？对，这是你家的正门，一点痕迹都看不到。我给大家瞅一瞅啊，我没见过这种水灾现场。我没见过这种水灾现场。妹妹，这里是5000块钱，有2000块钱是咱海城人捐的，有3000块钱是一个爱山在日本生活的单亲妈妈指名要给你的，你跟她说声谢谢得了，她叫悠悠我信。谢谢。洪灾所带来的绝望和恐惧笼罩着整个村庄，许多网民在推特上发帖诉说，平时高位蓄水只顾发电，下游发旱灾，暴雨时已经没有蓄水能力，同时又怕溃坝，只能泄洪，下游发洪灾，真是人造灾难发生器。还有的网民说道，泄洪不过是为了防止溃坝，坝垮了对下游的城市更是灾难，这时候泄洪谈不上秘密。既然生在这个罪恶的国度，但愿大水冲到我所在的城市时更加汹涌，连同我的生命和灵魂，快乐和忧伤，财富与负债，一起冲个干干净净。这场洪灾不仅摧毁了村庄，也撕裂了当地民众的心。然而，政府的冷漠与不作为，使严重的灾情更是雪上加霜。灾区民众的呼救声依然在回荡，但是否能得到真正的帮助，仍然是个未知数。逃出的灾民和民间救援人员以及爱心人士披露，灾民得不到救援物资，吃住成问题，伤亡惨重，但官方隐瞒不报，这样的做法真的让人心寒。灾情过后，当局竟然厚脸无耻地呼吁民众捐款捐物，但好多头脑清醒的民众却不买账。水灾你捐款了吗？没有。为什么不捐？我怕捐了后别人说水是我放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怕他们问，不是你放的水，你为什么要捐款？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网上倡议捐款，你捐了吗？凡是网上要求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这次是真的。骗子都说自个儿是真了，我上次就是这么被骗了，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捂好自个儿的钱袋子，不信谣不传谣，以不变应万变。你捐款了吗？我正要去取点钱捐呢，看前面查电动车呢，我没戴头盔，我也不敢过去。推着过去没事吧？算了吧，还是回去吧，别最后钱没捐上，再捐个电动车。放心吧，不会的。你捐款了吗？捐款都需要什么证件？要不要报备啊？要不要预约？超过35岁还让捐不？都不用，多少岁都让捐，这是好事儿。好事哪轮到我呀？你捐了吗？我想捐2块来着，但是又怕有人说我是恶意捐款，把我列入失信黑名单就坏了，所以就算了。我虽然没捐，但是我的心意希望你们能领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希望大家能踊跃捐款。你不捐，他不捐，难道让我捐呢？随着洪水继续肆虐，许多人面临的不仅仅是眼前失去家园的痛苦，还要担忧未来重建的艰巨任务。恢复正常生活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而在此期间，受灾地区的人民将承受巨大压力和挑战。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灾后重建将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三峡大坝泄洪的惨象再次让世人见证了自然的威力与人类脆弱的抗争。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的防洪系统将面临更多考验，而无数人的命运也将在这场洪灾中被重新书写。这几年来，中国在天气控制技术方面不断突破，近期再次展现了其操控自然元素的实力。重庆自8月底以来一直遭受酷热的侵袭，气温持续高涨。为应对这场严峻的热浪，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人工增雨计划，试图为该地区带来急需的降雨。然而，接下来的事件让居民既震惊又担忧。重庆在酷暑下喘息，而政府抓住了一次风暴的契机，利用先进的气象技术，试图缓解这一高温困境。人工增雨技术在中国已经相当成熟，它通过向云层中注入碘化银，促使降雨形成，以对抗干旱和极端天气。
中国发射31枚携带碘化银的火箭，旨在促使云层生成并带来降雨。不久后，浓密的云层遮天蔽日，降雨持续了大约1小时，有些地区的降雨量甚至超过惊人的600毫米。然而，伴随这场强降雨的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暴风骤雨席卷重庆，强风肆虐，多地遭到破坏。一个箱子飞上去了，我操我的屋哥！冰箱，谁的冰箱啊？我操！我砸到房上了。谁也没能想到，就一次简单的人工降雨，竟然会遭来如此极端的气候变化。强风把街道旁的大树连根拔起，停在路边的车辆更是被倒下来的大树砸毁，场面犹如末日来临。你那啥情况啊？你那啥情况啊？哎呀，这个飞沙走石啊，真是雷电交加呀！这天气，我呀，百年一见啊！哎呀，小道来这呀，好像不在呢呀，咋回事了？呀，回。这天气可都不要出门了啊，赶紧都回家吧啊，安全第一啊，赶紧回去吧。在一起严重事故中，一座加油站被狂风摧毁。当地受灾民众报告称，他自己家的房屋窗户被强风连同窗框一起吹走，场面极度惊险，民众都被吓坏了。我们小区这家人家窗子刮掉了，窗帘都露出来了，感觉它那个玻璃边上玻璃也在晃了。是啊。潼南、江津和万州等地首当其冲，风暴肆虐最为严重。社交媒体上迅速出现了大量相关视频和照片，记录了这场风暴的毁灭性力量。一段广泛流传的视频展示了倒下的大树压毁了一排汽车的场景，另一段视频则显示了加油站被毁后的狼藉。不少居民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他们的震惊和困惑。一位网民写道：“刚才还晴空万里，突然天色一暗，狂风肆虐，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的哪个王八蛋发的毒誓，老天爷都发怒了，下那么大的雨，发誓是你发的，人也是你扎的。妈耶，你看看这是在干什么啊？是风，哇，好恐怖啊！另一位用户则对财产损失表示无奈，整个屋顶都被吹飞了，简直无法想象。看到我杀的，都杀的这样了，我喂，都杀烂了，我喂，这个老大风啊，这个，好家伙，都烂了，喂，我喂，我的个老天爷，看呐，我喂，看呐，都烂了，窗户也烂了，看呐，我喂，从前先到后。我要是他们这几家的，他们那个几家的一下过来，哪看呢？我喂，看看，杀了个乱七八糟，这个楼上我都掀起来了，这个楼都掀烂了。都在说天灾天灾，其实一切都是人祸造成的，只是中国的民众敢怒不敢言，所以也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天灾了。苍天呐，大地呀，这刮了这风有点顶不住啊！虽然这场暴风雨引发了不同的反应，但事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不仅展示了人工增雨技术的强大潜力，也提醒我们这种干预手段可能带来的不可控风险。总的来说，重庆的这次人工增雨行动虽然带来了急需的降雨，但伴随而来的强风也对城市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凸显了人工天气改造的两面性。哇！我的妈呀！哇！不见了车！我天！没电！赶紧回管制！现在你们看到的是钱塘江大潮汹涌席卷而来的震撼画面。近期，由于台风普拉桑正面袭击钱塘江，导致钱塘江大潮的潮水比以往来的更加猛烈。尽管当局多次发布警告，规劝游客远离潮水，但仍有很多游客无视风险，冒险越过安全线前去观潮。
影片画面显示，汹涌的潮水直接冲向岸边的游客，现场瞬间陷入失控状态。来不及逃跑的红衣男子差点被潮水冲走，场面惊心动魄。每年的10月份是观赏钱塘江大潮的最佳时机，但今年的情况尤为特殊，因为在这个时候，台风普拉桑在观潮季期间登陆杭州，它将进一步加剧钱塘江潮水的威力。杭州防汛抗台指挥部等相关部门发出严正警告，台风与天文大潮的叠加效应可能导致钱塘江潮水变得更加凶猛。专家提醒，此次潮汐极有可能引发堤坝溢水，危及沿江区域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防护措施不足，堤坝一旦决口，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难以估计的财产损失。尽管杭州市政府已明确在观潮前宣布严禁无关人员靠近江堤，但仍有不少游客无视禁令，冒险前往危险区域。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多名游客在观潮时试图拍摄汹涌的潮水，却因水势来得过快，手机被潮水卷走。另有一名男子在岸边观潮时被突然上涨的潮水困住，情急之下爬上了岸边的一棵树，才得以脱险。幸运的是，这场高潮只持续了大约1分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今年的钱塘江潮水更为壮观，且由于江水量增加和天文大潮的叠加，潮汐呈现出3年来最强的一次回头潮和一线潮奇观。杭州萧山的一位居民拍摄到了钱塘江支流的惊险景象。影片显示，在潮水高峰期，江水迅速涌上岸边，沿途激起的巨浪几乎淹没了沿江的低洼区域，令当时在岸边的居民和游客惊慌不已。该影片在网络上发布后，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与热议。部分人感叹潮水的壮观，而更多的人则对那些冒险观潮的游客感到担忧。钱塘江观潮的安全性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在台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许多安全专家指出，游客们在自然景观前往往容易忽视潜在的危险，特别是在台风影响下，钱塘江的潮水极具破坏性。尽管政府部门和旅游机构已经发布了多次警告，甚至在部分地区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志，仍有一些游客置安全于不顾，执意冒险。专家建议，当局和旅游运营方需要加强管理，在观潮点设置更多显著的安全警示，并通过媒体进一步宣传钱塘江大潮的危险性。与此同时，中国多地也正遭遇强降雨的袭击，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成灾。三峡大坝与沿线的多个水库和电站已经启动泄洪措施，但仍然未能完全缓解长江第2号洪水的压力。长江沿线的重庆、湖北、湖南等多个地区水位迅速上升，形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重庆水文监测站数据显示，重庆12个区县出现暴雨，29条河流水位超过警戒线。截至最新报告，重庆黔江区等地的洪水仍在持续。只见洪水直接漫过桥面，桥上的民众搬着木头悠哉悠哉地走着，对于突如其来的洪水毫无畏惧。重庆江北区的大树村同样面临严重的洪水灾情。当地居民李先生表示，钱江河的水位在暴雨中迅速上涨，导致沿河的农田和村庄被淹没。村里的商铺已经进水至1楼，许多村民不得不紧急撤离至安全地带。王先生补充道，虽然洪水水位稍有回落，但仍有10米以上的水深，许多农田和庄稼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沿江区域的居民几乎失去了今年的收成。哎呀，好吓人呀！这个，哎呀，棚子都盖完了，太恐怖了。在洪水的冲击下，重庆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山洪和滑坡，导致多条高速公路中断，交通陷入瘫痪。灾情最为严重的黔江区，洪水一度涨到令人无法想象的高度，许多居民楼和商铺1楼几乎被完全淹没。一名当地的村民表示，这次洪水规模之大，几乎是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强大的洪水摧毁了桥梁，汽车直接漂浮在河面上，场面令人心生恐惧。这样惨重的灾情，就算是在全球洪灾史上也是少见的。持续的暴雨导致洪水泛滥成灾，给当地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们范家长江的，看看全是水。那个孟家屯小屯已经没得剩房盖了，
新堰那边已经都没了。除了重庆，长沙市近期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暴雨袭击，短短数小时内，长沙的降雨量就接近一个西湖的容量。由于强降雨，长沙市内的地铁线路不得不暂停运营，多个景区被迫关闭，市内交通陷入混乱。市气象局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提醒市民尽量避免外出，防范雨水倒灌和城市内涝带来的安全隐患。看看对面的稻香村的人出来都到腰了，这水，看看这是一条主马路啊！根据气象部门的数据，长沙的累计降雨量已打破多项纪录，预计未来几天暴雨仍将持续，防汛压力巨大。同样面临暴雨和洪灾威胁的还有广东省茂名市。茂名市平远县与高兰县等地的水位已经接近警戒线，行政区内多条主要河流已经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导致堤坝决堤，村镇被淹，部分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中断。茂名市的消防救援队伍迅速出动，紧急调派救援力量前往受灾地区，协助疏散被困群众。截至目前，茂名市的洪灾已经导致上千人被紧急转移，许多村庄和田地被洪水吞没，受灾民众苦不堪言。哎呀妈呀，那地呀全淹了！哎呀妈呀，这玉米完了，又白干1年呐！看我家地又啥也没有了。当地气象局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过去1小时内降雨量已达到150毫米，城市多处出现积水。豆腐渣工程在此时也逐渐显露出来。气象部门预测，广东省未来几天将持续出现强降雨，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政府已启动应急救援措施，通过疏散居民、发布安全警示等方式，尽力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与此同时，东北也遭遇了特大暴雨袭击，再加上河流上游的水库泄洪，造成多条河流水位断崖式暴涨。黑龙江省多地遭受到毁灭性的洪水灾害，中共当局立即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将灾情往外传播。尽管如此，正义的民众对中共的警告毫无畏惧。这是黑龙江省密安河西村被洪水淹没的实际情况。这江水涨得比较大，听说是上面泄洪这房子呢都被淹了这是河西村。随着洪水和暴雨带来的灾情持续扩大，专家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切勿前往危险区域，并积极配合官方发布的疏散和救援指示。2024年7月19日，陕西遭遇了特大暴雨的袭击，引发了极端的山洪灾害，冲毁了延平村附近的一座桥梁。这座桥全长366米，是丹宁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桥梁的垮塌导致数辆汽车和卡车坠入河中。为了确定具体的受灾范围，救援队迅速展开行动，通过收费系统、影片监控以及电话查询进行排查。当时已有17辆汽车和8辆卡车坠入河中，救援行动的重点集中在倒塌桥梁下游60公里处的区域。救援队目前仍在寻找失联的31名失踪者，搜救工作正在无人机和皮划艇的帮助下全力推进。此次事件再次把中国的豆腐渣工程暴露出来。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造本来是一件造福民众的善举，没想到最后却成了民众的坟墓。受灾后的景象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废墟中残留的断壁残垣像是被大自然的狂怒撕裂的伤口，四处散落的瓦砾和破碎的建筑物仿佛是曾经坚固的庇护所，在瞬间化为灰烬。泥泞的街道上，残留的碎片与垃圾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片触目惊心的废土。空中弥漫着尘土与瓦砾的味道，仿佛大地在无声地诉说着它的痛苦。这一切的景象令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威力，也让人感受到无力的悲哀。自7月以来，连日的暴雨使中国多条主要河流出现了洪水风险，尤其在四川雅安，暴雨引发的泥石流摧毁了40余间房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为此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进一步调派资源支援灾区，减轻灾害的影响。随着长江上游的水量持续增加，三峡水库的水位在本季达到了166.55米，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为缓解水库压力并保障下游安全，水库管理部门启动了泄洪操作，7个闸门正以每秒41000立方米的速度向下游排水。这一举措旨在减轻上游的洪水压力，从而保证整座三峡大坝的安全。各级政府、军队及救援机构密切协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紧急的洪水防御与灾后恢复工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亲临现场，对当前的防灾救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一线官兵战士弘扬舍我其谁的精神，最大程度上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确保下游的城镇与村庄免受洪水侵袭。但结果却不如人愿，中国当局开闸泄洪的举措导致了下游城市爆发严重的洪水灾害。随着三峡大坝开启了泄洪闸门，巨大的水流轰鸣着奔向下游，仿佛咆哮的猛兽脱离了束缚，汹涌澎湃地向前狂奔。泄洪的水流瞬间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形成一条宽广而湍急的洪流，迅速覆盖了沿途的一切。下游的城市在这股不可阻挡的洪水面前显得渺小无助，河岸边的建筑物最先受到冲击，洪水无情地拍打着房屋，街道转眼间变成了泥水交织的河道。街上原本停放整齐的车辆被洪水卷起，像纸船般随波逐流。公交车、轿车被冲向四面八方，撞击着彼此，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商铺的门面在洪水的猛烈冲击下崩塌，玻璃窗破裂，货物随水漂流，街道上的景象混乱不堪。在人行道上，原本高高悬挂的路灯如今只剩一半浸在水里，当地民众还真是胆大，竟然还站在桥上悠哉地看热闹，殊不知接下来将会大难临头。洪水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摧毁桥梁，基建狂魔此时在洪水面前就是一个笑话。民众直呼哇靠，这就是伟大的祖国吗？真的是太进步了。由于排水系统的不完善，城市的街道更是灾难的中心，水位迅速上涨，低洼的地区完全淹没，车辆与建筑被吞没在水下，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河流变成了怒涛，涌向下游的每个角落，浸透了街道、房屋和一切生活的痕迹。洪水带来的不仅是物理上的破坏，更是笼罩在整个城市上空的压抑与绝望，仿佛自然的愤怒已经无处可逃。7月28日，吉林省临江市由于鸭绿江水位迅速上涨，超过警戒线，当地政府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洪水红色预警，要求所有低层居民紧急撤离并搬迁至高楼层避险。临江市迅速实行5停措施，即停止上班、上学、商业活动、交通运输及室外活动，以确保居民生命安全。洪水导致街道上一片混乱，暴雨持续不止，洪水在城市的低洼地区迅速集结成了一条条湍急的小河。街道上原本井然有序的车辆，现在宛如玩具般毫无抵抗力地被卷入水流。那个车亮了灯，是不是车上有人呀？哎呀，就是有人。哎呀呵，完了，有人可危险了。有人可完了。哎呦我的个天呀！往那下车吧，下车也。你看那个车上还有人呢，你看看。只见洪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冲向街道，水流夹杂着泥沙和各种杂物冲刷着地面，并席卷了停在路边的小轿车。一辆白色的轿车本想抵挡住水流，但在巨大的冲击下瞬间被掀翻，轮胎在水面上无力地打转，车身迅速被推向更深的积水区。电动摩托车则像漂浮的树枝，毫无方向地在水中翻滚，被水流无情地推向远处。视频中可以看到，洪水怒吼着咆哮，势不可挡地涌向低洼处，卷走了沿途的一切。车辆像是失去了重量的玩具，被狂暴的水流推向远方，撞击着障碍物，发出沉闷的碰撞声。站在高处的民众无助地看着自己心爱的汽车在汹涌的洪水中翻滚漂流，却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们的眼神充满了绝望和恐惧，仿佛看见了命运的无情肆虐。车身在洪流中翻滚，逐渐消失在水下，徒留绝望和无助的叹息在空气中弥漫。那一刻，所有的挣扎都显得微不足道。此刻，灾难的威力显得如此巨大，
而人类的力量却如此渺小。辽宁省同样受到了极端天气的袭击，暴雨造成数万人被迫疏散，山洪和滑坡灾害对农村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湖南淄兴市则遭遇了史上最强暴雨，24小时内的降雨量创下历史新高，当地的山洪和泥石流威胁着数千名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紧急抢险工作正在进行中。2024年4月，广东省连续多日的暴雨造成了全省范围内的洪涝灾害，多地街道被淹，数千辆汽车被洪水卷走，洪水更是直接倒灌进地铁站，导致整个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清远地区的降雨量达到了110.6毫米，部分低洼街区的积水深度已超过3米，不少市民被困在家中。由于暴雨持续，铁路部门宣布对多条铁路线实行限速运行，地方政府紧急发布红色暴雨预警，调动大量救援人员参与疏散和救援行动，确保群众安全。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对中国各地的防灾减灾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洪水、泥石流及暴雨灾害，各地政府正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加强河道管理，修建防洪堤坝，提升预警系统的准确性和实时性。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机构强调提前做好预案，加强灾害风险监测与应急协调。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完善救灾系统，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社区的居民也需要提高自身的防灾意识，避免在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及时疏散到安全地点。通过政府、机构和公众的通力合作，未来有望减少灾害的损失。这里是河南商丘，此时暴雨如同末日降临，每小时546毫米的降雨量毫无预警地席卷而来，导致了严重的洪水灾害。暴雨过后，山洪瞬间爆发，巨大的洪水直接涌入村庄，监控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一男子从屋里跑出来后，还站在路边，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这一自然奇观。也好在跑得快，否则就要请全村人吃席了。也不知道是哪位村民的小汽车，也瞬间被洪水卷走，场面极其震撼。洪水还将黄河岸边的村庄彻底淹没，整个村庄瞬间成了一片汪洋。村民们绝望地拖家带口，扛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哭喊的孩子，在滂沱大雨中艰难逃离。夏邑县东部超过50个村庄被洪水无情吞噬，曾经生机勃勃的土地，如今只剩下一片浑浊的死寂。此次洪灾造成几十万民众无家可归，而受灾当局却隐瞒不报。河南商丘啊，69个乡镇，43万老百姓受灾呀。现在啊，正是那个秋收的时候，他们的庄稼全被淹在地里了进也进不去我看那玉米，有的人就是游泳进去掰那个玉米棒子，还有那个牛啊、羊啊，还有鸡鸭呀都被淹死在水里。那些老百姓看着真是太可怜了但是呢，我们比较奇怪的是，这主流媒体也没怎么报道这个河南商丘的这个灾情哎呀，希望这个河南这个灾情赶紧过去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发生如此严重的洪水灾害，给河南这个粮食大省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而受灾当局却极力封锁此次灾情，在网络和电视上并没有看到官媒的任何报道。不但中共官媒封锁消息，河南本地的媒体也集体失声，网络上只有灾民发出的零星视频画面。看上去房子都是漏个灯，前面漏个灯，看嘛，不是这也不归看上去了，这有路给俺的房子，看嘛，只能看着可厉害，看厉害不？看看家人们，这都给逃荒要饭了，同城逃荒户了。碰见这俺去出去碰见这一阵，看看，哎呀，我的天哪！这是俺那边的水都是，家人们看到我的衣裳湿到哪里吗？都湿到这个上身了。然后来到这个地方，虽然说水没那么深了，但是家人们你看看，看看这是百年难见的。然而，中共地方当局辟谣说，这根本就不存在。
知道我是河南人，却不知道我是河南商丘人。你知道我是商丘人，却不知道我的老家商丘在1周前经历了一场特别大的洪涝灾害，现在水依然没有退去。69个乡镇遭受了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有43万人受灾。我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今天才报道出来，但是我却搜出来的不是推送给我的，起因是我刷到了商丘媒体的一个辟谣视频。现在水灾是真的，辟谣也确有此事。为什么受灾都已经1周了才报道此事呢？这是大陆社交媒体上民众曝光暴雨后农民抢收玉米的一幕，中共官媒站出来辟谣说道：有网民发布信息称，在河南商丘发生了令人心酸的一幕，暴雨后抢收玉米，地里湿车子进不来，只能一盆盆往地头运，引发关注。经相关部门查证，此事并非发生在商丘，该信息不实，系博主使用异地音视频恶意关联，嫁接拼凑而成。还有的网民别出心裁，制作了一个恶搞影片来讽刺此事件。你商丘人嘴真严，水灾也瞒着，我们早发了，发不出去啊！你们商丘用的2G 网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怎么可能发不出去？还是央视新闻告诉的皇后娘娘。我们刚开始也发了，商丘日报出来辟谣，还有官方媒体人民网河南频道也出来辟谣。耽误救灾最佳时机，秋收作物全部被淹，谁负责？我负责，我们自认倒霉。看到这，不得不佩服大陆的网民，真是太有才了，把此次中共隐瞒商丘洪灾的做法讽刺得淋漓尽致。不知小粉红看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对此各位朋友怎么看？请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想法。据了解，有民众在网络上曝光当地灾情，却被顶上一个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被当地公安抓去吃牢饭。幸亏本人不在大陆，要不也会被抓去踩缝纫机了。我是一个河南人，但是我不知道商丘发生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水灾这么严重，大片的玉米地都淹没在洪水中。我看到一个图片，他说这个景漂亮吗？那如果说这是一片玉米地呢？河南永城县更是陷入了水患的噩梦，洪水肆虐之处，整条街道被淹没。都有嘞，夹着我嘞，看有多吓人，都是水，都是，你看看都是。曾经喧嚣的住宅区，此时已成了无人区，居民们被迫放弃他们的家园，仓皇逃往高地，勉强躲避。视频画面令人触目惊心，浑黄的积水淹没道路，许多人不得不在齐腰深的泥水中行走。村民饲养的肥猪在水中挣扎，村民们绝望地试图拯救它们，以便减少洪灾带来的经济损失。而救援队伍使用救生艇，奋力将一批批被困的民众从几近崩溃的环境中撤离。尽管雨势有所减缓，但上游依然继续开闸泄洪，使水位持续攀升。许多村庄的积水深度一度淹到人的腰部位置，稍有退水后仍达1米多。那些家中有条件的村民不得不放弃平日的交通工具，取而代之的是小船。他们划着船在曾经熟悉的街道上穿行，往日的街道如今变成了一条条蜿蜒的水道。村民们的家园、财产几乎全被洪水吞噬，农田被毁，往年赖以为生的庄稼全数被淹。今年的农作物收成已成泡影，而有关专家却在大肆吹捧，说今年的粮食产量比同期增长1.3%，全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3908.2亿斤，比上年增了177.6亿斤。粮食供应充足，库存充实，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又有专家出来胡说八道了，说今年的粮食比去年粮食同期增长多少，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今年的粮食比去年减产的2/3。为什么这样讲？今年的一场大雨，河南、山东、东北还有安徽好多粮食主产区都被水淹了，而且今年的玉米比去年减产的多得多。你给农民保证了什么？你给农民发工资了吗？给农民养老了，你是给农民养小了？你是给农民上保险了？你还是叫农民免费医疗了啊？农民该享受的待遇一样没有，你那不叫耍流氓吗？而且农民的辈分还叫你们拉低了。以前没头吃的时候，你喊农民拜拜；后来有头吃了，你能吃饱饭了，你喊农民兄弟。这等后来改革开放了，农民种地不挣钱了，想到城里面去讨口饭吃，打个工，搞个建筑，
你看人家打工仔，北方一跌再跌。受灾地区的水电供应也早已中断，由于地铁站被洪水倒灌，大量民众被困车厢中，许多乘客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黑暗和寒冷让民众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等待着微薄的救援，却不见政府采取的有效措施。当地的王先生满脸绝望，在社交网络上寻求帮助，恳求政府能送去救灾物资。上级的领导们能否考察我们北土镇网口村的水灾不？每口的水位在1米多深，屋里面的水也得在50多公分，2轮电动车推过来也被淹了。现在是停水停电，恳求上级领导给我们网口村的老百姓送点吃的喝的。尽管救援队伍奋力抢救，但政府迟缓的反应让村民们陷入更深的困境。中共政府宁愿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向外界展示武力，也不愿意派出队伍去救援国内在洪灾中受难的民众。无数家庭被洪水摧毁、失去家园的灾民在无助中挣扎，然而他们却得不到有效的援助。政府似乎更关心的是外部的威慑，而非国内灾难中的痛苦呼声。我的老天爷嘞！你看人叫人能活不？这2月没过，上2回水都到哪了？你看水都到哪了？都连把那人漂起来了。你说俺能活不？你看俺这样子，动不能动，抓不能抓的。这上哪挪上哪搬？这下这个雨，这下的不停。你看看，这哪个都飘的。我一个女人呀，你说我咋治？我弄不弄？咋不动？给陈书记打电话，一直在通话中，也打不通，愁死我了。这都10点了个逼样子了，你说咋弄？面对洪水肆虐，民众急需的是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质行动，而非一场无休止的军备秀。政府的无作为让人们看清国家资源被用在了错误的地方。河南省气象局报告称，个别城市的降水量高达600毫米，而夏邑县单日降水量打破了历史记录。但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和政府无作为带来的深深失望。县领导也不重视希望了啊！你看了吗？希望淹成啥了？你看多深的水，看看，多深的水，你看看。村民们的求助无门，只能苦苦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一个遥遥无期的救赎。都看看这老百姓种个地容易不？哎呀，这是地没有了不说了，这家也没有了，被淹完了。这南头挪的粮食了。在未来，随着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将变得更加频繁，防灾减灾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台风山陀在菲律宾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后，继续向北移动，即将登陆台湾。台湾的民众面临着风暴潮和天文大潮的双重威胁。现在菲律宾海的水温非常高，实际上某些地区的水温仍然超过30摄氏度，垂直风切变相对较低。从整体流动来看，它从南方吸收了大量的气流，这些因素将使风暴可能增强到16级甚至17级，特别是在进入台湾之后。随着风暴向北移动，它将在台湾的山脉上空穿行，这预示着台风山陀将伴随着500毫米的降水量，但实际上某些地区降水量可能会达到500到1000毫米。在讨论台风山陀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1977年超强台风造成的噩梦。那时台风塞洛玛突袭高雄，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创伤。塞洛玛的袭击让高雄人经历了可怕的一夜，货柜港的货物被摧毁，战斗机在强风中摇摇欲坠，高雄全城几乎陷入瘫痪。高雄市的航号数大约有80%全倒，电信、电力和自来水需要2-3天以后才能够恢复。大风大雨仍然带给台南地区民众极大的不便和忧虑。超强台风塞洛玛让整个台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港口旁边的电塔直接被拦腰截断，导致了返航的轮船无法入港。当时的塞洛玛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跑到巴士海峡后，突然停下脚步，杀了一个回马枪以后，继续疯狂向北移动，从西部直接袭击南台湾。16级的大风让当地民众猝不及防。这场灾难当时被称为自2战以来破坏台湾最大的事件。高雄民众至今还走不出当年狂风暴雨的阴影。过去高雄大家都
心里都会有一个记忆，就是以前的这个塞洛玛台风哈。那我们是比较担心，假如说这个再往西移，那就可能会直接从屏东或高雄直接就登陆，届时的这个风或者是雨都会比较强大。更令人痛心的是，有37条鲜活的生命在那场灾难中被夺走，那地狱般的景象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电线杆啊也都倒下来，石棉瓦啦都是破洞了，家里那种石棉瓦很恐怖哦，那时候非常恐怖。如今台风山陀的路径和当年的台风塞洛玛有着惊人的相似，这让人不禁回想起那段可怕的历史。塞洛玛我听到就惊了，出去吧，那人听到飞起来真烦恼。气象专家们警告，台风山陀的移动速度非常缓慢，加上其路径偏西的特性，这意味着它可能会成为史上登陆高雄最强的台风。它会经过台湾的中央山脉然后受到地形的破坏会比较明显。更要注意的是，台风风暴潮加上大潮等等，造成台南以南沿海低洼地区这种海水倒灌、容易积淹水的一个现象发生。当前正值台风季节，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多项警报，暴潮与天文大潮的叠加效应，预示着将会有大规模的淹水现象。台湾的民众再次面临错着等的局面，许多人在回忆起儿时的噩梦。我到国中要2年级要升3年级，透风落雨，规度好讲惊危险，叫阮爱11点要叫阮先回去，阵回去冒着风火明天要帮我吹落来，够危险的意思。个透风落雨够大呀车无啥行，用看的Oh my god！ 与此同时，台风山陀的眼墙结构非常扎实，专家们注意到它的核心风速正在逐渐增强。随着台风山陀向台湾移动，预示着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此次台风的路径几乎是沿着中央山脉的南侧蜿蜒而行，预计将会给高雄和其他南部城市带来猛烈的风雨。台风刚刚扫过菲律宾，已在当地掀起巨浪。花莲地区的惠德隧道遭遇土石狂泻，恒春则因暴雨停课，居民们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充满了恐惧。有这个台风来，我们也很恐怕。气象局强调，高雄人儿时的噩梦再现，很多人担心历史重演。1977年的台风塞洛玛在清晨沿台湾海峡向北突袭，导致了37人的死亡，而如今的台风山陀似乎有着相似的轨迹。风力强劲的山陀无情地将码头的渔船吹得偏离航向，军方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数十万国军正在随时待命，只为应对这场可能掀起狂风暴雨的灾难。专家们指出，台风山陀的强度与2014年曾穿越台湾的凤凰相似，二者都以极快的速度向北移动，并且缺乏屏障，直面台风的威力。气象台警告说，南部登陆后的山陀将是无屏障的攻击，全台皆陷入台风凌虐的危机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台风山陀似乎继承了2006年的台风榴莲和2018年的台风山竹魔鬼般的 DNA， 两者都是从菲律宾扫过，并在华南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台风山竹的威力之大，曾让香港经历窗户被吹爆、马路变河流的恐怖场景。台风山陀的路径与这两个台风极为相似，这让人们感到不寒而栗。在台风的发展过程中，山陀的强度急剧提升，短短1天内便从热带气压演变为中台，并以较慢的速度向台湾海峡移动。气象专家们表示，这样的台风通常会聚集大量能量，导致极端的气候现象，尤其是高雄地区恐怕将遭遇风力最强的台风眼袭击。气象专家还强调，台风山陀登陆后将会面临长达12小时的狂暴雨袭击，给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不便和危险。同时，气象局也在密切监测台风的动向和强度变化。由于台风山陀的缓慢移动，强风和暴雨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造成的破坏也将更为严重。而在美国，历史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强风暴天气，例如超强飓风海伦，它在北卡罗来纳州造成了重创，并导致至少105人死亡。然而，台风山陀的威力让人对即将来临的风暴感到无比忐忑。哎呦，这涨潮啊，今嘛涨潮啊！拄啊风台拄啊开始尔啦，
随着台风山陀的逼近，高雄民众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气象局呼吁大家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防范措施。无论是民众的安全还是财产的保护，都会受到这场台风的严峻考验。台风山陀的路径和强度变化无常，气象专家们将持续提供更新，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及时掌握台风的动态。台风山陀最近登陆了台湾南部的高雄，在这座人口稠密的主要港口城市，风暴展现了其强大的破坏力。台风来袭时，持续的风速达到了126公里每小时，最猛烈的阵风更是高达每小时162公里。这场强大的风暴不仅带来了狂风，更伴随着连续多日的强降雨，特别是在台湾的东部和南部地区，5天内的持续降雨已经给台湾的民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玻璃都碎了，大门都不见了，大门不见了啦，整个被吹倒了。台风缓慢的移动路径加剧了此次灾害，导致数千名受灾民众被迫在低洼地带和山区紧急撤离，寻找安全地带进行避险。为了减轻台风山陀带来的影响，台湾政府迅速采取了防灾措施，连续2天关闭了学校、政府机关和大部分企业。受暴风雨的威胁，台湾当局还停止了岛内所有的航班，致使整个台湾的交通网络陷入瘫痪。全线停航以来，滞留在这里的货车，这个滞留的车辆是达到了3000多辆。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紧急动员了接近4万名士兵，以协助应对救灾行动，确保快速应对台风带来的灾难。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山陀的威力超乎寻常，最大持续风速达到了198公里每小时，阵风甚至高达245公里每小时，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在高雄港2港口还测到了破纪录的17级的强风，所以包括渔船，包括3.8吨的货柜这么重都被强风给吹着跑。另外还有集中摆放的鹰架也不敌狂风来袭，应声倒地。而在市区的这个牌楼呢，也被强风吹到整个倒塌。还有在小港区的民宅，铁皮一整片直接被吹走，画面非常惊人。受风暴影响，导致航班被迫取消，同时还引发了超市抢购风潮。这些事件一度蔓延全岛。好夸张啊！夸张得很啊！台风天一定要来超市抢东西，可惜我还是抢晚了，空空如也呀。只抢到了1盒鸡蛋，你们都抢到了什么呀？来晚了，还买什么喽？空空如也啊！你们抢那么猛干嘛？他妈有没有店煮饭喽？真的是啥都没了。有什么买什么呢？什么都空了，菜都没有了，菜全部空空的了。这么疯狂的吗？看一下排队的队，我作为一个内地人，第一次在这边感受这个台风，完全看不到头。还有啥买的？都没得买了，都卖空了。这个结账的队伍看不到头啊！大家看到了没有？台风马上要来了，我也没有见过有多厉害，但是呢，这2天我看到大家都在市场抢菜。这种场面呢，我看了我都害怕。台风厉不厉害？目前还不知道，但是呢，他们抢菜那是真的厉害。什么涨修会、什么促修会都不出台风修得快。最令人愤怒的是，竟然有人通过此次台风发灾难财，恶意提高菜价，菜篮族直接被吓傻，直呼不敢买。还不下手？那一颗高丽菜那么大一颗买下去，不然要几百了耶，要几百下去了。对啊，对我们这种小市民来讲，有点贵。叶菜类就是差距比较大啦，都涨很多啊，买起来都好感觉好像下不了手的感觉。这样，对于此类现象，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看法。我们接着往下看，台风的路径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它主要影响的是台湾西部的人口稠密地区，较少有台风直接袭击这些区域。上一次类似的台风事件要追溯到1977年的塞洛玛台风，当时高雄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了37人丧生。此数据让人听了感到很痛心。与此同时，台湾海岸警卫队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刻，成功展开了一场紧急救援行动，在台东市东南方约60公里处营救了19名弃船的船员。在极端的自然灾害面前，高雄以及其他城市平时熙熙攘攘的街道变得异常安静，居民大多躲避在家，而少数冒险出门的人则不得不面对狂风和大雨的侵袭。
高雄的大部分商店和餐馆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而全市范围内的超市几乎被清空，居民纷纷抢购生活必需品，准备应对更糟糕的情况。虽然台湾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做好了应对风暴的准备，但高危社区的撤离行动仍在有序进行中。特别是在位于台湾东海岸的花莲县，超过3000名居民从极易发生山体滑坡的地区紧急撤离。西南部城市台南也有近200人因洪水风险被迫离开家园，而南部屏东县的800多名居民同样面临严峻的洪水威胁。超强台风山陀伴随的持续降雨，给台湾南部山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5天的降雨量高达169厘米，爆发特大洪水灾害的威胁仍未结束。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24小时内，台湾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再增加40厘米。如此强烈的降雨令山洪和山体滑坡的风险骤增，给本已脆弱的地区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山陀伴随的强风天气对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影响。有民众录下了自家阳台的惨状，视频画面显示，不锈钢铁窗的螺丝似乎已经松脱，整个铁窗不断的上下摇摆晃动。民众看了直呼好惊险，如果铁窗飞出去，那就完蛋了。不少网民也呼吁民众赶紧去把铁窗给固定，否则砸到楼下的居民，后果将不堪设想。还有一位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惊险的一幕，只见杂货店的柜台直接被狂风吹得离家出走，屋主看了都傻了眼。最让人心疼的是，柜台里的钞票也全部飞了出去，可以说是损失惨重。紧接着，一处民宅顶楼上加盖的铁皮建筑遭受猛烈台风袭击，随后铁屋不敌强风，整片直接被吹翻，把民众吓得屁股尿流。铁皮屋顶吹落割断电线，导致其间一男子惨遭触电意外。救援人员到场时，现场还冒出阵阵火光，场面十分惊险。好在被触电的男子并没有生命危险。在此希望民众面对台风，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做好防台应付准备。台风山陀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关注，不仅因为它的强度，还因为它的路径不同寻常。原本预测路径从东部海面北上，踏冰过台湾，后来西修，从南台湾登陆，没想到都到了家门口，却原地慢跑，整整延后1天才登陆。别说是台湾气象署，是这个国气象单位，统统摸不透。历史上台风通常袭击的是面向太平洋的台湾东海岸，然而这次山陀却直接冲击了台湾西部，给气象专家们带来了极大的预测难度。旧路径它是9号路径。因为它是从巴士海峡北上，那登陆台湾地区，这就是气象署的第9类路径。那过去是1到9是最少的那类的比例，它不是特殊路径。那特殊路径就会，比如说那个纳莉台风，或者是我们韦恩台风，这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会3进3出的1986年的韦恩台风，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怪台。那这个应该不算太怪，因为它只是导引气流偏慢。这场风暴的影响不仅限于台湾，就在本周早些时候，台风山陀曾席卷菲律宾北部岛屿，带来了暴雨和强风，造成了一系列破坏。菲律宾的灾情让台湾感受到了更为严峻的警告。台风山陀带来的狂风肆虐整个高雄，民众尖叫嘶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十斤重的铁皮屋顶直接被狂风掀翻，屋顶上的水塔和电线瞬间冒出火花，场面非常惊险。铁皮屋顶被撕裂的场景在这次台风中是发生最频繁的事件。然而，这些铁皮建筑大多数都是民众违建的，对当地民众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我当然是希望卖去，但是我没有一种管理啊，我没法度讲叫卖去就卖去。前期考量的话，你会想要去检举？我不会去检举，不好意思。一场台风把违建问题展现得淋漓尽致，普通民众遇到天灾真的是太难了。那问题来了，如果你看见隔壁邻居在加盖铁皮建筑，你会偷偷向政府等相关部门检举吗？请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想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随着台风山陀继续缓慢北移，现在它已经减弱，成为了热带低气压，而北部城市台北也仍然能感受到风暴的残余影响。不过届时最糟糕的天气情况应该已经过去。据了解，
此次台风山陀至少造成2人死亡，上百人受伤，造成的经济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计。与此同时，在台风来袭之际，屏东一家医院因发生火灾，造成了9人死亡的沉痛事件。当局消防人员以及该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台风下进行紧急救援。那问题来了，浓烟怎么会从机电大楼窜到医疗大楼的呢？有关专家分析，可能是管道间没有做好防火措施，或者是楼梯间的防火门疑似没有关上。不管是什么原因，此次事件一定要问责到底，给民众一个合理的答复。目前台湾北部的基隆，有些地区已发生山体滑坡灾害，受台风的影响，小港区3明里更是遭遇了长时间断水断电的危机。受灾当局不作为，导致民众苦不堪言。小港3明里要水要电，要水要电，没电没水呢，叫里民怎么活？没有办法洗澡，没办法睡觉，因为太热了。要不要叫市长来试试看？由于连日的大雨袭击，新北市金山老街被水淹成了水上市场，洪水涌入民房，水位甚至已经漫过大腿，受灾民众展开自救。在这样的环境下，机车骑士也不得不下车熄火，直接推着爱车回家。台风山陀造成的破坏程度目前还没有进行完全评估，救援和恢复工作可能需要几天甚至数周才能全面展开。台湾的应急小组仍在夜以继日地努力应对眼前的危机，而接下来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帮助受灾地区重建家园、恢复基础设施，以及协助那些流离失所的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无论是民众的安全还是财产的保护，都会受到这场台风的严峻考验。台风山陀的路径和强度变化无常，气象专家们将持续提供更新，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及时掌握台风的动态。让我们共同期待台风山陀能尽快减弱，远离我们的家园。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台风和飓风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上升，温暖的海水和大气为极端风暴提供了更多能量和水分，进一步增加了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最后，希望朋友们通过影片回顾这些事件，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尊重自然，因为它可以展示其强大的破坏力。本期影片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一起去追踪自然灾害。